在柴达木盆地，有人意外发现了价值连城的血红蜡石，被誉为天竺红猴，估价高达5000万元。而在海南岛，有人在一次偶然的醉酒后躺在沙滩上，竟发现了一块罕见的肉状黄石，市场估价可达2-3千万。这些故事并非虚构，而是捡石人的真实经历。捡石人，一个神秘而富有的群体，他们通过寻找玉石、奇石和陨石等珍贵石头，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头，实则价值连城，让捡石人成为了白手起家、迅速致富的典型代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捡石人的世界，探索那条可以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在石头的世界里，人来人往，有刚闯进来又突然离去的新手，也有一直在此寻求一夜暴富的投机者。但有一群独特的爱好者，被称为捡石人。他们怀揣对自然石块的热爱，以精湛的宝石鉴赏力为驱动，穿梭于山川河流之间，寻找那些岁月沉淀的宝藏。捡石人不仅仅是收藏者，更是探险者。捡石人的世界与赌石者和普通捡石爱好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捡石人是出于对石头纯粹之美的追求和对自然奥秘的探索，那么赌石者则更倾向于一场关于财富的冒险。他们的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高风险与高回报的可能性。而普通捡石爱好者可能更多是出于休闲娱乐，享受在自然环境中寻找美丽石块的乐趣。他们对石头的了解和投资可能远不如捡石人和赌石者深入。捡石人在这个领域中，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对石头价值的敏锐洞察，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执着和热爱。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中的宝石和矿石就充满了好奇和敬畏。早在史前时代，当时人们通过捡石和打磨石头，制作工具和装饰品。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石头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意识到某些石头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审美和象征意义。在古埃及，法老和贵族认为宝石具有保护和治愈的力量，将其用于各种装饰。古希腊人视钻石为星辰碎片，而罗马人则相信宝石能带来神的庇护和好运。这些宝石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象征着神秘与祝福。捡石人因此成为文化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和帝王将相常以奇石为伴，赋予他们以诗意和哲理，形成了独特的赏石文化。从古埃及的法老到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再到现代的地质学家，捡石人的身影贯穿了历史的长河。然而，在捡石头的世界里，捡石人分为职业捡石人和业余捡石人。虽然他们共享着对石头的热爱，但他们在追求和实践上却各有千秋。业余捡石人更多是一种休闲和爱好的结合，他们通常在周末或假期进行捡石活动。尽管不深入研究地质或矿物学，也不配备专业装备，但他们会做基本准备，提高鉴定宝石的能力。业余捡石人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经历，与他人交流，丰富业余生活。他们尊重自然和法律，享受捡石带来的独特体验。职业捡石人需要具备丰富的地质和矿物知识，而这些知识是经过多年的实地经验和自学积累的。为了有所收获，他们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甚至天刚亮就会骑摩托车或者开车几十公里前往深山戈壁河道。他们可能会爬山路或者涉水下河，只为寻找一块好石头。在寻找好石头的过程中，有时候他们也会遇到其他的捡石人，他们一般会相互打招呼，然后交换信息，比如哪里石头多一点，哪里还有好的石头售卖等。在捡石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碰到有几个石头像高塔一样叠起的石头，其他捡石人是不能捡的，因为这些可能是其他捡石人以标记但暂时放置的物品。捡石人一般都是单独寻找石头，很少和他人结对，因为与他人一起捡石容易分散精力，不利于发现美石。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助于他们更专注地寻找独特的石头。他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石头，大的小的，圆的扁的都会有。捡石人并不会像我们平时走路那样走马观花，
他们的眼睛会在地面和周围的岩石上扫视，寻找可能的线索。在广阔的戈壁滩或石场中，他们会拾起那些形状独特、奇异的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特征是其石的显著标志。比如摩尔石，它拥有奇特的形状和孔洞结构。在泥土掩埋的石头中，则会根据露出部分的色彩迅速判断，拾起色彩独特、引人注目的石头。比如玛瑙，它具有同心圆状或层状的纹理，色彩丰富；而鹰眼石具有类似动物眼睛的丝绢光泽和色彩。当然，好的石头质感也很重要，选择那些手感光滑如玉、细腻通透、油润如脂的石头，不论将来用途如何，都会先捡起来。他们会果断拾起石壁上纹理丰富、清晰、鲜明的石头，因为这些特征可以判断石头的种类、硬度和质量。在郊外捡石时，对那些不认识、稀少的石头则保持警惕，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些石头可能是奇珍异宝。如果在捡石过程中遇到了让自己心动已久的石头，也会毫不犹豫地捡起来，因为这些石头对他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不过一般的捡石人寻的都是一眼货或大众货，他们眼里好石头主要也是比较具象的，有些意象或抽象的石头因为复杂些而不好懂，时常被扔掉，尤其是堆料的时候，经常忙着去争抢倒料而来不及细看，错过了一些好石头。在一线捡石头，具象的好石头不好捡漏，因为大家都是一目了然，但太复杂的意象石和太简洁的抽象石，因为看不懂或看不出，最后被扔掉的比较多。记得前几年，峨眉有个小伙子喜欢到石场，别人忙着争抢捡石时，他却在那里坐着抽烟喝茶玩游戏，等大家走后，他就专门收拾别人不要的石头拉回家。后来干脆辞了工作，专业收捡这些没人要的石头，没几年时间就买车买房，娶上了媳妇。一般捡石头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会总结出一套捡石经，这些经验在捡石现场极富指导意义，一般捡石人都不会轻易外传，就像武功秘籍般藏得极深，甚至有些还会忽悠你。比如说，你在石场捡到一方好石头，但心里没把握去请教那些老石农，良心坏的就会忽悠你说没用，赶紧扔了。一旦你扔掉走开后，他就赶紧悄咪咪捡起来，那捡起的不是石头，都是钱呀。捡石人通常需要几天去捡石，有的甚至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为石头种类有很多，如果是在比较平坦靠近村庄或城市的地方就还好，会选择捡石地附近可以暂时休息的店铺或农家乐，运气好的话是可以有一片砖瓦遮盖的，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野外搭营，这个对于捡石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些荒漠时常会出现狼群，山谷里也不时有熊出没，因此必须做好全面的准备，包括携带适当的安全装备，如地质锤、放大镜、坚固的手套和安全帽，以及记录用的相机和笔记本。他们还需要掌握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并始终保持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警觉。捡石人捡石头全凭运气，有时候捡得到好的石头，有时候一块石头都捡不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热衷于在自然环境中寻找并收集具有一定价值或美学价值的石头，比如宝石原石，像红宝石、黄宝石之类的，通常按照其纹路、水头进行估价。水晶、黄玉和碧玺等半宝石，还有花岗岩、大理石、片岗岩等常用于建筑或片状结构的岩石。由于他们去捡石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有时甚至能够捡到化石、陨石等比较少见的石头。杨可欣就是一位比较幸运的90后职业捡石人，他在5年时间在罗布泊走遍了13万公里，期间他一共找到了400公斤，合计600多颗的陨石。要知道，在某些特殊的石头身上，一克就能炒到1万的天价，这么多的陨石价值可想而知。工作调动原因，杨可欣来到了新疆哈密。哈密拥有煤炭、铁矿资源，还有天然散落在地面上的陨石。作为煤矿电气设备代表的他，每当有空便会参加一些石友，也就是陨石猎人的活动，一起去戈壁滩上捡石头。2012年10月，22岁的杨可欣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寻星之旅。他在戈壁中
坚持了3天一无所获。在第4天的傍晚，他终于在沙滩拐角处发现了一块符合陨石特征的黑色石头，成功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陨石。第一次的成功让他决定继续猎陨，在随后的日子里一次次深入无人区。但是猎陨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5年的探险中，他曾因分神而被遗漏，独自在沙漠等待数小时。在沙漠中迷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过好在结局是完美的。5年间，他在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青海茫崖等地留下了足迹，找到了600颗陨石，总重量超过400公斤。面对求购者的高价，杨可欣选择了拒绝。他认为陨石的价值不仅在于金钱，更在于科研和教育。最终，他将陨石带回贵州老家，建立了陨石馆，希望通过公益科普，让更多人了解陨石。尽管他的陨石没有为他创造出物质财富，但他无疑是精神世界的亿万富翁。历史上也不乏有因为捡石就发家致富的人。在1991年，一个拍卖会上，一块石头被拍出了300万的天价。这块石头是一块太湖石。太湖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被誉为石中之王。它以其独特的色彩、纹理和形状而闻名于世，因此一直受到收藏家和艺术品鉴赏家的青睐。而这块太湖石的发现者是一位60岁的老伯。在那个年代，他过着朴素而勤劳的生活，每天都在山上务农为生。有一天，老伯在山间采摘草药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异常美丽的太湖石。这块石头光滑而有重量感，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历史。老伯对太湖石的独特之处感到着迷，他决定将其带回家中好好研究。经过一番调查和了解，老伯发现他所捡到的这块太湖石实际上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经过专业鉴定师的评估，这块太湖石被认定为千载难逢的 rare piece 稀世之作。这场成功的交易为老伯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价值，他用这笔巨款开办了一家太湖石制品工厂，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雇佣了一些技艺精湛的工匠，专门制作太湖石的艺术品和装饰品。由于他对太湖石的热爱和对品质的追求，他的工厂很快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并且产品迅速走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伯的工厂逐渐壮大，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他的太湖石制品远销国内外，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喜爱。老伯因此成为太湖石行业的知名企业家。这块石头不仅给他带来了财富，也给他带来了事业。石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对一些人而言，它是精神的慰藉；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财富的象征。但对于赵延禄这样的石农来说，石头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赵延禄，一个以捡石为生的石农，他的家坐落在济南南部的南山地区，那里的河沟里藏着泰山石的踪迹。20年来，他和家人一起，无论风雨变幻，都在这些河沟中寻找着奇石。泰山石不仅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赵延禄的日历上，没有懒觉的早晨。凌晨4点，夜色还未褪去，他和家人已经踏上了寻石的旅程。捡石是一项需要耐心和坚持的工作，他们在河床上仔细翻找，希望能找到那些珍贵的泰山石。但今年的雨季来得晚，河床干涸，让他们的收获并不如往年。泰山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被誉为泰山石敢当，被认为具有辟邪镇宅的作用，常被用作庭院装饰或摆放在重要位置以求平安。泰山石因其独特的文化和审美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赵延禄深知，好的泰山石必须圆润，色泽对比鲜明，最好还能在石头上形成自然的花纹，如树木、飞鸟或人物等图案。这样的石头更受欢迎，也更容易卖出好价钱。15年来，他通过售卖泰山石，不仅供养了儿子上大学，还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如今，儿子即将攻读研究生，这对赵延禄来说既是喜悦，也是压力。他需要找到更多、
更好的泰山石来应对这笔额外的开支。雨季是赵延禄最喜欢的季节，雨后的河床是找到上品泰山石的最佳场所。通常在雨后第3天，河道里就会有新冲刷出来的石头。这时他总是格外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有机会捡到更高品质的泰山石。捡来的石头重量不一，小的20-30斤，大的可达200多斤。每当一车石头装满，他们就立刻拉回家，进行仔细的清洗。石头表面的青苔需要用刷子一个个清洗，以展现石头的真正面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赵延禄也学会了利用网络来拓宽销售渠道。他用儿子教会的技能，为找到的泰山石拍照，在网上发布信息。家里的经济收入因此不断增长，儿子的学费也有了保障，这让赵延禄感到十分欣慰。对他来说，石头不仅是精神的慰藉，更是文化的载体，是他与家人共同生活和奋斗的见证。在四川泸州有这样一个村庄，这里的村民们依靠捡石维持生计，发家致富，每年都有数之不尽的淘石客来此淘石买石，期待依靠其石一夜暴富。这个村庄名为何家坝村。每年冬天，当长江退潮之时，何家坝村的村民们便会鱼贯而出，去往长江沿岸缓坡处的挑拣石头。这些来自青藏高原又经长江洗礼的石头，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被打磨成各式各样的奇石。画面石、造型石、色彩石等等类型的奇石都能在何家坝村附近的河道里找到。依靠着这些石头，何家坝村成为了奇石界有名的奇石产出地，被称为中国奇石村。这个村子的村民几乎每天都会去捡石头，有的甚至凭借捡石头买车买房。村民王开云是村子里的奇石收藏家，他还有一间放置石头的屋子，在屋外挂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奇石之家4个大字。在约莫40平方的平房里，3个木柜上琳琅满目的放着各种奇石，有图4仙人挥剑的仙人指路，形似崖边松柏的万年长春。在王开云的石馆里，画面石是主流，一些比较好的造型石也被收纳其中。他拿出自家的石头说道：“你别看这里的石头其貌不扬，有时候捡到好的能卖上10多万，10万平常的很。屋里的石头几乎都是售卖的，一般王开云会把最近的石头摆在外面，要是客人还想看，就带过来看看有没有心仪的，要是价钱合适就卖了。”谈及售卖奇石的价格，王开云介绍说，他最贵的一块石头卖了4万2。然而他并非村里卖石最好的人，还有人之前下午捡的一块石头卖了14万。何家坝村捡石头的大概有200多户，很多人都是夫妻和老人一起去捡，靠这个养活一家子人。何家坝还有一条奇石街，在这里200米左右的街道上分布着几十个摊位，摊位上放着大大小小的奇石，供行人选捡。何家坝每天都会来来往往很多淘客，老客新客都有。他们有的是听说村里有好的石头，想淘一淘好石头，也有的是想到何家坝试一试能不能捡到好的石头。何家坝村的情况只是长江奇石市场的一个缩影。在奇石行当里，长江石算最火热的市场之一，有着大量石友购买收藏，并待价而沽。火热的市场催生出了相应的卖家，在泸州有着大大小小的800多家石馆，靠着贩卖长江石过活。至于油摊、私坊更是数不胜数，每年光有记录的交易，其数额就在2000万以上，是极其成熟的奇石市场。捡石人的战场遍布全国，有石头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新疆、缅甸都有着极其庞大的队伍，尤其是在缅甸，从数百年前发现缅甸翡翠起，就无数人前赴后继，成为缅甸翡翠捡石人。历史上有2位著名的翡翠捡石人，一位叫王正坤，上世纪初的时候，他在缅甸找到一块后来被称为郑坤玉的著名翡翠。后来那块翡翠的原石被开成8大片，每片都是水色俱佳的绿玉，俗称铁画水起绿丝。王正坤是将其中的1大片解成了手镯、手链等各种首饰，并以高价出售。剩下的部分，王正坤带回了中国上海，并因此成为了一方豪富。另一位叫关占吉，
也是一位中国人。关战吉20岁入缅甸玉石厂，一直到70岁，大半辈子竟一块像样的翡翠都没见到。正当他以为自己一生可能就这么结束的时候，唏嘘感慨间，无意中在一个废弃玉洞前捡到一块极品翡翠。此玉的整体都是燕家淡水绿，质量好。时来运转的关战吉将玉运回腾冲，荣归故里。最终，这块翡翠被卖了数千万元。关战吉也由此过上了极为优渥的生活，亲人也都找了回来。时光荏苒，王振坤和关战吉的故事已经过去近1个世纪。如今，缅甸已再无两人的身影，而捡石人却是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每个捡石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捡到一块极品翡翠，然而这样的机遇总是可遇不可求。不过最近听说又有一位捡石人有了收获，捡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极品满绿翡翠。这块翡翠原石，捡石人仅取了其中一角，便给自己做了个价值100万的平安扣。许多人常常羡慕这些捡石人轻轻松松就能一夜暴富，但却常常忽略了捡石人那有可能如关战吉整整50年获不得一块石头的辛酸。捡石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尽管一夜暴富的故事令人振奋，但更多的是那些一无所获的尝试和经历。老李是一位资深的捡石人，他一生都在寻找珍贵的石头。在新疆的戈壁滩上，他日复一日地搜寻着，希望能找到一块价值连城的和田玉。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时间，老李始终没有找到他梦寐以求的宝石。他的积蓄逐渐耗尽，身体也因为长时间的劳作而日渐衰弱。在长江的滩涂上，一群捡石人正在寻找传说中的长江玉。他们面临着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每一次弯腰捡石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寻找了多年，但大多数人仍然一无所获。看到捡石人的生活，你可能会觉得捡石头似乎并不难。实际上，许多捡石人最初是被这种一夜暴富的诱惑所吸引，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这导致每年都有很多新手捡石人涌入这个领域，然而最终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捡石人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野外，他们会面临崎岖地形造成的跌倒和扭伤，遭遇有毒或危险的野生动物，遭受极端天气的考验，如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或极端的温度变化。脱水和中暑更是常有的事，同时迷路和装备故障，在高海拔地区发生高原反应等都是家常便饭。此外，有毒植物、不稳定的地面以及夜间活动的野生动物，都增加了捡石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此外，捡石人还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环境保护的约束。由于石头价值难以估计，许多新手捡石人涌入市场，缺乏专业知识和环保意识，导致其实市场混乱，玉石和其实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令资深捡石人感到痛心。国家政策和法规的调整也对捡石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山东省出台的泰山石保护政策禁止了泰山石的捡拾和交易，这直接冲击了依赖捡泰山石为生的捡石人。他们不得不面对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或寻找新生活的抉择。面对这些困境，捡石人的未来显得扑朔迷离。他们需要适应政策的变化，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否愿意投身于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机遇之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你被这个可能一夜暴富的故事所吸引，或者对户外捡石报有一丝好奇，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与更多人分享捡石人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